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该断不断，反受其乱。以庶民语言来讲，叫做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两句话是大同小异啊，都含有掌握时机跟及时行动的这个意涵的哈。该断是指应该果断决定或下定决心啊，叫做该断啊。那不断呢，就是犹豫不决啦，拖泥带水啦，优柔寡断啦，啊。那反受其乱的意思是说，由于呢剪不断理还乱呐，啊，结果呢遭到混乱跟祸患呐。那这句该断不断，反受其乱是在劝人呐，该做出决定的时候就要果断，否则呢犹豫不决啦，只会让事情呢变得更糟啦，啊，甚至带来更大的麻烦啦。尤其在人际关系中啊，该断不断啊，往往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烦恼。该先下手为强的时候呢，却迟迟不出手，那这样就容易后下手就遭殃了啊。举例来说了发现朋友经常故意在利用我们呐，或者他的动机不正，那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应该要有所警觉啦，果断跟他保持距离啊，甚至呢切断关系的啊，以策安全嘛。但我们没有这么做，结果呢，最后害自己也被牵连受害啊！我们生活周遭其实就很多这种例子啊，包括说帮人做保啦，或被人家利用啦，甚至因为贪而被诈骗集团诈骗的这种例子结果都是让自己深受其害，不是吗？这个就是该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再举个例子年轻人交往那女孩子明明知道男方不适合，但是却分不了手因为见面会吵架啦，分开会思念啦，那干脆就结婚啦那我们生活中也是很多这种例子那这个已经不是了解或不了解对方的问题，而是已经陷入了情感跟心理上的拉扯明明知道对方不适合，但就是缘未尽，情未了难分难舍。佛法上叫做业力牵引这也是一种业障因为我们的人性呢是怕空虚，怕孤独，怕不确定更怕改变分开或改变现状呢，会面对不确定的未来那这个会比勉强在一起呢更令人焦虑勉强在一起至少还有一个人陪总比没有人陪好吧加上长时间的相处产生的依赖感即使知道不适合啦，也难以割舍啦。不是爱对方，而是害怕失去依赖的感觉啦。于是呢，就继续纠缠下去喽这个是心理上的因素，以佛法的角度来讲，也是一种共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当面对分手或者结婚的重大选择的时候呢，会让人焦虑跟害怕害怕做错决定于是呢就选择逃避。然而逃避不一定躲得过结果让事情的失控从此呢生命悲歌唱不完人生悲剧演不完其实勇敢面对也不一定很难受但是这个需要勇气跟智慧去处理不简单虽然说这个是自由恋爱啦，然而选来选去，挑来挑去，也是不离三世姻缘也是命中注定由不了自己了。各位应该还记忆犹新曾经有一位女性的立委遭她的男友施暴事后她自己揭露男方有多次家暴的前科但这位女性立委都没有报案只是一味的隐忍忍让那导致男方呢有恃无恐，屡次犯案，屡次得逞。这件事情如果一早就有法律来介入的话呢，或者当事人自己呢果断的断舍离那可能就会避免后续没完没了的这个受害事件那这个也是该断不断，反受其乱的真实例子
有一句智慧好话说的是这样说的哈，感情要用智慧来经营的，不是用情绪来绑架啦。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啦，明明知道伴侣背叛、不尊重，甚至有暴力倾向，但是总是抱着哎呀他会改啦，或者哎呀舍不得啦这种心态呢，而迟迟不能分手，结果拖着拖着，反而伤害越来越深啊。其实跟同事或朋友相处也是这样的道理，无法果断处理人际关系啊，分不清善之事跟恶之事啊，最后就是让自己陷入人世的烦恼之中啊。3年前，也就是2022年各位还是应该记忆犹新的。韩国不是发生一桩什么梨泰院的那个踩踏事件吗？那根据媒体报道，这个梨泰院万圣节的那个活动，其实早就传出人潮越来越多，让一些人感到越来越不对劲了，已经有这样子的前兆了。那警方接获民众报案，请求控制人流啊，但是相关单位没有果断下令进行封闭道路也好啦，或者疏导人群结果导致158人被人潮践踏而死亡啊，那死的都是年轻人事后检讨都认为是政府跟警方人员在下决策的时候太慢了，该断不断以致酿成了大祸这个就是后下手遭殃了嘛，慢慢拍了嘛。4年前，也就是2021年我们台湾的太鲁阁火车出轨事件相信大家也是记忆犹新的因为山坡上的那个工程车滑落在这个铁道上面铁轨上面那太鲁阁刚好一出隧道一弯，一看到这个卡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撞上去了，49人往生，超过200人受伤。那时候我跟我们的团队也是第一时间冲到现场去了。那一个妈妈1分钟前还在跟她的女儿讲电话1分钟后呢，女儿已经罹难了。其实谁都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一种现实了那这个妈妈哭到整个人呢瘫痪了。我还记得去现场办那个招魂的时候呢，结束的时候呢，这个妈妈整个人已经昏厥过去了，没有办法走那我跟另外一位师兄2个人一起呢，把他连人带椅子从下面的那个出事现场抬到这个崇德隧道上面来那这件灾难事后检讨起来呢，其实在铁轨上面的斜坡上施工的时候呢，已经有人针对这样子的安全的产生疑虑了，而且也通报了相关单位呢也多次接到通报如果这件事情能够提高警觉了，及早采取行动防范的话，就不会造成这种难以挽回的灾难那这个也可以说是该断不断，反受其乱的真实例子同样的道理主管发现某位员工态度很消极的，带坏风气的，已经到了该调职或者处理的地步但这位主管呢，害怕得罪人一再的容忍，视而不见也不处理，结果呢，影响整个团队士气，造成大家一起和稀泥淌浑水那想努力精进的同事，自然是看不惯这样的现象嘛他也会待不住而选择离职那这个会造成什么？劣币逐良币，人才流失这个也是该断不断，反受其乱。还有一个例子，父母明明知道孩子沉迷手机不做功课，但心理上呢总是想说孩子还小不要太凶啦，所以他也没去订立规矩结果孩子呢成绩下滑啦，然后性格越来越懒散时间一久呢，变成积习难改等到后悔时已经来不及了那这个就是近世所讲的，面对该做的事要有担当，面对该处理的人要有智慧同样的道理投资股票或房地产明明是亏损连连却还不能当机立断赶快设立停损点结果就是越陷越深嘛，最后血本无归造成财务危机这个是现在很多人的真实写照
那我个人是没有这种危机啦，因为我从来不买股票也没有投资过房地产，我也没有买黄金看起来不是很有钱，但是很奇怪从来不缺钱，而且呢，我30多年来运动不断体能跟体态保持在一个还不错，算不错的状态那我能够维持这样的健康就是最大富了，不是吗？对，所以我们以该断不断，反受其乱为核心来举一位真正具有大智慧、大勇气的典范型人物就是证严上人原本慈济规划在内湖不是要新建那个人文园区吗？用来推广生命教育跟环保教育跟济世人文那这个计划经历很多年了，也筹划很多年，投资很庞大那团队们呢，专业团队们也是投入很深却发生部分保育团体的抗议认为有生态的争议那面对种种的纷扰跟外界的误解呢，证严上人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8个字：慈济撤案，不再开发。那这个也就是该断则断，不受其乱也是一种很好的抉择。那外界看起来这好像是一种挫折跟损失嘛，对不对甚至好像是不甘心的退让嘛。然而证严上人开示的时候，他说道：我们是为人间好，若人间起争议我们的出发点就要回头审思不要让争议继续扩大并且说了，即使我们做得正，也要有智慧圆满退场我们要不争不求不苦不悔。那这句开示充满了慈悲的勇气跟智慧的果断不是为自己而坚持是为众生求和平所以有一句经释语说心中若无烦恼，人生就少苦多乐那这些好话都是在提醒我们想要没有烦恼或不散乱这个跟能不能果断放下来也是息息相关该放却放不下，该断却断不了，或断得不干不脆变成藕断丝连那这样烦恼肯定还是会如影随形所以我们人生旅途中难免会碰到复杂难解的事情，那它是在考验我们要把问题变成菩提呢，还是把问题变成烦恼呢？那这个就看每一个人的功夫啦。生活中我们免不了会碰到一些复杂或难解的事情嘛，而不知道如何去决断。那有5个原则我们要抓住第一个，仔细的分析；第二个，精确的判断；第三个，用心的策划；第4，积极的实践；最后一个，虚心的检讨。即使做志工，讲求一切随缘但如果想要透过活动让心智有所成长的话呢，以上这5个原则如果没有做到的话，要成长是很困难的事情那经营事业也是这样的道理做生意也好，做志工也好，不能凭着自己的喜好或任性或一时的情绪或感觉去做要深思熟虑但是深思熟虑过头了，往往又会因为拖迟延宕而办不成事情相信大家都曾经面对过这样的难题甚至目前可能处在这样的困境中所以《论语》中有提到季文子三思而后行那季文子是一个人季文子去世后，孔子才出世所以孔子听到季文子曾经讲过这句话，就说在思可依那季文子做事总是考虑很多次才行动季文子在出国访问，在临行前呢，出国前呢，他会派人就请示村子里面的长辈如果我出国期间刚好碰到有丧事，那应该循什么样子的礼节呢？其实我们出国或出差也不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嘛，对。因此呢，这个季文子身边同行的人，他也是很不理解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然而季文子却回答说提前做准备有什么不好呢？讲这句话这样说听起来好像也是没错嘛，对不对？但就是会让人觉得怪怪的，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你可以问你却不问，
那偏偏问这个，那季文子就是这样子啊，把事情想得太过仔细，总是考虑再三，瞻前顾后啦。所以当时的人呢，才会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这句话是在形容季文子的。然而孔子有他的看法，认为哎呀不用三思啦，考虑2次就可以了啦。啊，这个刚刚不是讲再有没有啊？这个再就是再一次的意思的，但是也可以把它延伸解读为反复思考。这个反复思考不是叫你无限的犹豫不决哦，想了老半天却不去付诸行动啊，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孔子这句再思可以呀，他是在强调做人处事要经过思考，但也不能过度思考而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好，也就是说，当一件事情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把它弄清楚了，就应该当机立断了，不能无限的拖延了。那从这样子的道理中呢，我们可以印证孔子的中庸之道，什么事都讲中庸，也就是佛家讲的中道实相嘛，不偏不倚呀，不落两边呐，也叫做不二法门呐啊。那做事慎重不是不好，但是正言上人更是要大家虔诚戒慎，不是吗？但慎重过头，造成危机感很重，而变成杞人忧天，变成自己吓自己啊，这样也不好啦。就好像走在街头嘛，很担心那高楼大厦的瓷砖会从上面掉下来，所以出门的时候都戴着头盔，那这个就过头了嘛。因此，把事情的利害关系想得过多也不好，因为这样往往会使你犹豫不决，不能很快的做出决断呢。有些时候呢，机不可失哦，时不再来哦。当你再三权衡、考虑太多的时候呢，因缘已经跑掉了啦，已经转变了啦。你再想去做，已经时不我与了啦。要一试就去做了，好事想太多会做不下去啊。就好像当年我去马来西亚投资设厂嘛，我去了2次而已啊，第3次我就当机立断决定设厂了啊。评估一些重点没有问题之后就决断了，再拖延下去就会失去先机了啊！这就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现在那一块5000坪的土地，地价至少涨了20几倍。其实买房子也是一样的道理啊，等到周边都繁荣起来了，你才要去买，那就贵了啦，不是吗？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三思而后行，虽然对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这个快速多变的这个社会里面呢，我们稍一犹豫，时机会在瞬间错失啊。所以讯息太少，不能做决策，因为风险会很大。但是如果要等到讯息都收集充分了才要行动，那可能这个时候你的对手已经早你一步了啦，你就出局了啦。所以三思而后行跟快速把握时机2个并不矛盾哦，它可以并行的。也就是不能因为三思而后行而造成错失先机啊，也不能因为要快速把握时机而不顾一切啊，或顾此失彼啊，这样都是不圆满呐。那正言上人的治世思想呢，没有强调要几思哦，这是保留更大的弹性思考空间啊。简单的事情一思就做了，而跟人事有关的事情很敏感啊，这个就要事缓则圆啊，可能就要从长计议啊，还要耐心等待因缘呢，这个就急不来了啊，更不是要几世的问题啊，不晓得因缘不成熟的时候，任凭你想的焦头烂额，还是无计可施的。这个时候如果强行决断，那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啊。举例来说，大家更清楚了。例如一个创业者啊，他急于创业啊，但市场的调查评估做得还不够详尽，人才整合也还没有组织好，甚至资金也还不够，结果就是欲速则不达啦。所以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面，想要保护自己、成就事业，必须要三思而后行，这个是没错。
但是古人说啊，这个三呐，三次的这个三呐，往往不是指确定的三，它是个形容词啊，形容次数很多的意思啦。佛经也是一样啊，佛陀讲经3000人在场，这个3000也是形容人很多的意思嘛，但不是确定的说刚好3000人在那里，否则那个时候也没有麦克风，也没有音响，也没有扩音器，讲话怎么听得到呢？我们现在只要现场几十个人，就要用到麦克风了，不是吗？更何况我们拍回来的那些印度灵鹫山的影片呢，那些佛陀当年讲经说法的地方，从相片跟影带看起来，最多也只能够坐几十个人而已啊。所以那时候讲3000人，这个是形容词啊。那3师也是个形容词，否则2师或4师不可以吗？一定要3师才可以吗？这个都是很多的意思了啊。世间的事啊，像利害得失之类啊，都不是绝对的哦。有利就有弊啊，有得就有失，有福就有祸，因为福祸相连啊。大部分的人都想求百利而无一弊，都只想求有得而无失。也因为这样呢，处心积虑，一而再，再而三的思过来想过去啊，造成优柔寡断。后来最后因为患得患失而事与愿违啊，这个就是说明过于谨慎，就是谨小慎微的啦，就有可能遇事胆怯啊，这个也不敢办啦，那个也不敢做啦。生活中我们不都是有这样的经验吗？有些事情呢，左琢磨右考虑啊，拿不定主意，所以正言上人才说，有些事如果想太多就做不下去。意思是说，即使利益众生的事情，如果担心太多啊，考虑太多，就会做不下去啊。所以才会说嘛，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嘛。那道理在这个地方啊。有的人遇到事情啊，今天研究啊，明天商量啊，后天考虑啊，就是不下定，没有做决断啊。看起来好像他很慎重。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庸人的作风了。考虑再三，结果最后的决断也是错的。我们生活周遭应该也不乏这样的人呐。该断不断，如果只是小事，那这还好；如果是重大事情呢，可能因为决断的错误啊，或者决断太慢了，而造成无可挽回而抱憾终身了。这种反复思考而不能决断的毛病，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表现呢。也因为不自信，所以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想来想去，也下不了决心。我们读书会以前不是常常讲嘛，用法跟用兵的道理是一样的。你带兵打仗更是要这样哦，能不能果断，正是检验这个指挥官跟领导者的能力耶。如果能抢在敌人面前，哪怕只有10分钟啊，你就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呢，就占主动的呢，就有优势的呢。相反的，你左考虑右考虑，迟迟不敢决断，最后可能就被挨打。古今中外有一些战争的实力最好的证明了。威名远播的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他说：“我的军队之所以打胜仗，就是因为我比敌人早到5分钟了。”战场是这样，商场也是这样啊。商场中你比别人早1个月或早1天，就能抓住商机的啊，同样会成为创业的胜利者啊。相反的，因循苟且、优柔寡断的人是做不了什么事情的，因为态度不积极啊，不精进啊，所以常常会坐失良机啊。其实这个道理用在国内外的赈灾也是一样哦。你看灾的时候，几乎每天在灾区现场都要跟总部尤其是像正言上人做这个视讯的会议报告让正言上人获得灾区充足的讯息之后呢，立即做出救灾的大方向因为救灾跟救人都要跟时间赛跑要分秒必争当机立断把这个道理用在面对困难跟挫折也是通。心智成长的速度如果快过困难挫折的成长的速度，那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克服的困难挫折
相反的，心智成长的速度慢过困难挫折成长的速度，那我们永远就被困难跟挫折克服了啦。曾经有一位志工干部问我，他问我说：“哎，我学佛之后，感觉自己有进步了，但为什么还是会面对很多的困难跟挑战呢？”我回答他说：“因为你成长的速度太慢。你如果成长的速度加快一点，那就会超越困难跟挑战的嘛。其实这个道理就跟这样高速公路在开车一样，要超车一样啦。你的速度必须快过别人，才有可能超车嘛，对不对？那困难挫折挡在我们前面，我们当然就疲于应付啊，被他挡住了，变成一个障碍啊，举步维艰啊。那困难挫折被我们抛诸脑后了，我们当然就是前行无阻了嘛，没有障碍了嘛。因此，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学习不能只是有成长就好，还要加速成长，甚至被强迫成长啊。因为你心智成长快，困难挫折就来得慢；你心智成长慢，那困难挫折就来得快。换句话说，就是你强他就弱了，你弱他就强了。道理都是相通的。一般来说，三思没有什么不好啦，只是强调做任何事情要谨慎思考。孔子之所以说再思，是针对具体的事情来说的，否则再一思、再两思、再三五思不行吗？实际上，孔子是在提醒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不但要慎重考虑，但又不能谨慎过度而犹豫不决。该决断时还是要当机立断，该出手的时候还是要出手，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做到恰到好处啦。其实这也是一门大学问的哦。想的太多，有时候会造成担心太多，那担心太多也会造成杞人忧天啊。而杞人忧天的人呢，容易想太多而困扰自己，就跟刚刚那个季文子一样啊，对不对？杞人忧天啊，他会把一些事情拿来提前烦恼，叫做庸人自扰啊。就好像有一些人呢一直在问啊，将来正言上人不在怎么办？那上人听到这句话都会很不解的反问啊，哎呀，有些人呢不去担心自己不在怎么办？每天在担心我不在，慈禧要怎么办？那应顺导师怎么回答呢？路总是要有人开出来啦，有人开路就会有人走路，路走到破洞了，自然也会有人去铺路，这个不必你担心啦。这个回答也不错，也很好。那针对这样的问题，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回答啊，我是这样回答啊。现在正言上人还在，我们就积极把握因缘追随上人亲近善知识，修炼正法。一旦我们心中有法了，也能够将法实践出来了，将来上人在不在，我们自然知道怎么办。现在正言上人还在，你却不在，将来上人在不在，跟你什么关系呢？说不定你比正言上人还早走了，都不一定呢。所以人不要杞人忧天，先顾好自己要紧啦。总归一句话，凡夫无法理解圣人，所以不要用凡夫的角度去看圣人啦。好，我们今晚读书会该断不断，反受其断就分享到这里，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相见。